大家好，云伟的江湖是个相当畅快写意的江湖，纵使恩恩怨怨，也能够爱恨了断，不怕太多的内卷。云伟之外的江湖则充满了更多的黑色的现实、灰色的地带，处处都是勾心斗角，时时都会困顿愁烦。娱乐圈清朗风暴烧到了现在，还是没有停息的味道。它仿佛是一把悬在每一个艺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劈下来的时间注定不知道，但是加多一把的可能性反而更高。有意思的是，瞬息万变的政治圈让永远被动的娱乐圈以及这个圈子里面的赵丽颖和王一博总能够感受得到，眼神杀或者演技杀，无论如何纯熟，如何出神入化，仿佛都挡不住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劈下。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大家伙还记得吗？去年年底的赵丽颖粉丝造反事件，整个的来龙去脉吗？你还记得几个响当当如雷贯耳的顶流，到底是怎么从云端跌落到了尘埃当中的呢？如果您依旧好奇的话，不妨自行的回顾一下本片调当中那些硬核到位、离奇烧脑的过程和桥段。总之，这个世界当中有些真相和真相背后的那些缘起和怨气，真的是非常的脱节，完全是超乎了普通吃瓜群众们的普通脑洞以及想象力了。吃瓜过后是茫然，消化完毕是漠然。去年年底到现在，大家伙肉眼可见的都是赵丽和王一博的疯狂的工作和努力的转型，而且呢，成效也是相当的明显。王一博从顶流跃升成为了主流，他的歌曲、他的形象都傲娇的穿行于国家的礼赞和奥运的舞台中间。而赵丽颖也不闲着，从剧组传授到了央视，各种中央大舞台上的火红的露脸和口红的装扮，国王女王仿佛瞬间化身成为了正剧女神了。这两个人的脸上虽然都挂满了汗水，却都是不一样的满满的收获感。然而呢，努力是一回事，环境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有时候成败跟努力不是直接挂钩的，因为天时地利加上人和，永远都是不能三缺一的。赵丽颖的幸福大玩家说好了春节见面，结果呢？王一博的冰与火说好了过审了，结果呢？甚至当年赵丽颖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已经热到了足以融化3大奖的时候，结果呢？这情形有点雷同现在疯狂挤兑中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和狙击手了。前者虽然我已经费尽口舌讲了很多期的了，或许您的耳朵也算是生茧的了。带着政治任务的吴京和易烊千玺，很显然政治任务现在都已经排到了10年之后了。这就是一道行走江湖杀无赦，畅通无阻任我行的御赐令牌了。因此呢，狙击手是讲述抗美援朝的红色的故事，而水门桥众所周知了，同样的也是讲述抗美援朝的红色故事。同款的故事线，同样的时间点，您能读得出一种江湖令出、四海设伏的味道出来吗？大年初一，狙击手的票房只有4823万，其他几部电影的票房全都轻轻松松的已经破2亿了。就算单纯献礼熊孩子的那一部《熊出没》，居然都能够轻轻松松的破亿了。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同样是前仆后继的大无畏英雄正剧，开局就竟然吃瘪了，导致这个狙击手接下来的几天的票房继续的吃瘪了。而电影票房
都会有马太效应。也就是说，所谓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开局吃瘪的话，就会两极分化开来了。证据之王的亲生弟弟水门桥一骑绝尘了，其他的影片也跟着凑了个份子，半马奔腾了。只有狙击手原地的踏步，望尘莫及了。这位国师级别的大导演张艺谋，怎么说也都是票房号召力极其强大的大导演来的。结果呢，就是没有结果了。虽然他比去年那个证据之父所要吃到的那个光弹要好看一些，但是呢，吃土垫底的成绩，注定依旧成为了赢者通吃的最大的笑柄了。好玩的是2月4号的晚上，张艺谋大导演所主持的冬奥开幕式拉开帷幕之后，同一时间，狙击手在2月5号的票房居然小幅的超过了5100万了，终于刷了一把大年初一4800万的耻辱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同时也是一个坏的信号。这说明冬奥会开幕式的出圈给张艺谋大导演和狙击手带来了海量的宣传的效果。于是乎，热血的观众们开始被张艺谋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红色情怀开始买单了。然而呢，从数据上看的话，从4800万到5100万，前后也就是300万的兴奋值罢了，还远远不到张大导演3胎罚款的一半呢。这说明这次欢欢喜喜只是一次相当微弱的奥运反弹而已，能否持续只能够听天由命的了。按说狙击手的制作的成本都已经达到了4亿元之多了，目前为止，今天为止刚刚突破4亿的票房而已，压根儿就不足以覆盖前期投入的各项的成本。要知道现实比人强，票房通常是制作成本的3倍之多才有可能盈利的。也就是说，狙击手的票房至少要达到12亿元才有钱赚，或者说呢，票房至少要突破10亿元才有可能不亏钱。强弩之末的狙击手想要顶住水门桥的压力，逆风长津湖而翻盘的话，真的是零可能性了。这两部时代证据的资本顶配争相撕逼，出了个江湖高下。很明显，证据相争，校长只有一个，赢者只能通吃，也只有一个。也就是说，长线的政治任务躺赢稳赢所有的短线的政治投机。问题是，整个的娱乐圈江湖，哪一个人不是主动的或者说被动的进行着各种红色的转型以及政治的投机呢？有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的观影人数同比去年已经活活的下跌了42%之多了，这个数字相当的惊人，这可是将近一半之多了。于是乎，今年的票价普遍的都比去年要贵要高，不少的城市甚至出现了100元以上的票价了。这种票价的上涨带来了不是人流的上涨，因为这个世界上既有红心又有闲钱的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几何性上涨的。因此呢，总体的票房同比去年是会下滑的。去年由于疫情的持续的冲击，不少的院线已经是亏了钱了。长津湖的血红的蛋糕让这些院线们个个都想再次趁着春节黄金档回一波血，于是乎
纷纷就提高了票价了。只是爱国的钱包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种爱国逐利的市场操作手法无异于竭泽而渔。爱国的钱包能支撑多久呢？没有人能够知晓。然而呢，爱国院线为了赚钱，吃相都有点难看的了。要知道，疫情之下，爱国院线不容易。然而呢，爱国的群众们也同样的不容易。爱国者们去年没赚到多少钱，现在呢，爱国的票价反而是升高了。于是乎，大家伙都一块傻眼了。跟着呢，高票价对春节档的影片打击面很大，对狙击手的打击那就更大更明显的了。所以呢，到现在狙击手亏钱是非常靠谱的事情了。明晃晃，张艺谋大导演这次又要翻车的了。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翻车的了，吃时代证据的红利也注定是僧多粥少的了。大家伙现在都穿着军装卖红剧，不仅仅让爱国的群众们花多眼乱了，更让爱国的群众们囊中羞涩了。此情此景，大师中的大师，情况也没好，落寞也没跑。拍出《我的父亲母亲》这样一部经典牛片的张大导演，近年来其实都在积极的向主流核心圈效忠，向红色证据圈插队。凭着这位国际蜚声声名赫赫的第5代大导演的江湖衔头，以及中国导演圈甚至于世界导演圈中唯一一位双奥总导演的杠把子的头衔，居然在这个2022年当中担任起了一路抄底的打酱油的角色出来了。这跟张大导演有份总导的冬奥的红火火风风光光，这样比起来的话，真的是反差不要太明显的了。僧多粥少的爱国饭，爱国粥，真的不是谁想吃谁就可以吃就能够吃的。即便是功成名就顶流之父的大国国师也不例外。真的是娱乐江湖，情可以堪呢。这无疑又给王一博的无名无形当中提了个什么样的一个醒呢？答案似乎已经很明显的了，因为演技和实力，口碑和扛剧，似乎在国家硬性指标和国家洗脑刚需的面前，已经彻彻底底的边缘化了。因此呢，赵丽颖的幸福导演家呢？因此，王一博的《冰与火》呢？那么您觉得呢？王一博的《冰与火》可算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了无数回的了，成为了一部6粉已经快2年的实话神剧的了。铁粉们除了不灭的信心之外，早就已经不断的下调了各自的期待值的了。有没有人降到了冰点了呢？暂时还未知。已知的是，任何的动态更新都已经没了雨花了，或者说没了火花的了。这部剧新闻我已经是聊过无数回的了，不少的亮点同样值得推荐您留意一把。围绕王一博的各种的期待值真的是蛮高的。然而呢，新闻我各种深大内核的分析，其实也早就跟您挑明了过审和上线与否的最大的挑战所在了。而这些挑战看似不可能，实际上却又成了不可能的真相。这部剧话题满满，魔山处处，却依旧不能见面，原因实在是无语和烧脑的了。就是由于王一博这个顶流的转型号召力，
就是由于故事题材的真实的还原性，让整个的班底所有的努力都成为了一年复一年的不尽的等待了。真的是周而复始，又是一年了。这部剧从拍摄结束到如今，依旧在审核的道路上往返的奔波着。至于审核的硬核，新闻我已经爆料过了，所以呢，欢迎您又哭又笑的自己走一遍虚拟审核的艰辛之路了。于是乎，这部剧一次又一次的让人失去了最开始、最原始、最热烈的那一份初心和本真了。甚至不少人都在每一次得知过程之后，立马就能够分享了自己的那一份别样的激动出来了。到了现在呢，照现在的无感以及王一博的那首无感，算是里里外外的都是王室的真实的无奈了。这部剧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六粉的非常就手的工具了。很多人事到如今的等待都已经消磨殆尽的了。很多人都在说，哪怕有一天这部剧真的是来了，恐怕都不敢再去相信了，因为自己已经麻木了。毕竟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最终呢，还是狼来不了了。您发现了没呢？新闻我也不想废话了，因为我最讨厌废话了。我建议大家伙儿对待这部剧的任何的讯息，都能够保持一种无感的态度。也就是说，跟王一博的无感要保持一致才行。话说回头，您再看看人家张大导演如今的一边奥运火焰，一边票房苦水的十足落魄的样子，那么《冰与火》至少还保留着铁粉们的一致的祝福和人生的残念。不过说句心里话，《冰与火》原本就是王一博说好了的时代正剧，是主流正剧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的。这个里程碑一日不揭晓出真正的里程数和成绩单出来，那么王一博加快的那些步伐，无疑就会成为了闭着眼睛的一种奔跑了。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突破，还是需要脚下的那一种踏实的触摸感的。我这个说法您说对不？赵丽颖其实也是同理，因为幸福大万家也同理。赵丽颖自从出道以来，争议就一直没有断过，绝大部分的粉丝们即便都是一边倒的支持，然而呢，在国家机器的强大无比的力量面前，大家伙依旧是蚂蚁撼树的感觉，后者依旧是无法撼动的霸道的扭力存在。粉丝们喜爱赵丽颖，其实都是因为赵丽颖的天生的那一份的可爱和呆萌的那一份的灵动，以及赵丽颖的旺盛的斗志，还有那不懈的努力。这两点足以得到了万千粉丝们的一致的认可了。当然了，有喜欢的人，自然就会有不喜欢的人。先我不能说不喜欢赵丽颖的就是黑粉，毕竟喜欢一个人一定是因着对方身上的那些强烈吸引人的地方而去喜欢的，而不喜欢一个人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赵丽颖身上的这些亮点不足以让这些人感受得到而已。比方说教科书般的演技，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词汇，很少会有人用在赵丽颖的身上。您猜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赵丽颖的学历了。
就是因为赵丽颖的学历实实在在是无法压得住所有人的目光。草根出身的这个赵丽颖确实是个非科班出身的群众演员而已。所以呢，某些的专家的的确确能够捕捉得到赵丽颖在某些情绪上的表达的方面，的确是没有教科书般的震撼的感觉出来。要知道，章子怡在我的父亲母亲当中的那种演绎，的确已经穿透出来了一种教科书般的动人和动心出来了，这本无可厚非。这就是所谓的学院派要点拿捏的学术长项所在了。但是呢，如果电影语言或者说电视剧的语言都是照本宣科的话，可以试想一下了，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无疑都会是机械化的那种表演场景了。这点其实我也聊过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说到这，您猜我的父亲母亲又是如何突破了学院派的思想的樊篱呢？成功的带上了全是经典的冠冕的呢？说回这个赵丽颖，之前不论是《花千骨》还是《楚乔传》，都是统统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的好评的。您猜赵丽颖到底是凭啥能够通过这些角色的演绎，能够一飞冲天，能够化身成为主流的呢？说白了，就是这些个人符号明显、个人特色绽放、个人灵气逼人的活力十足的演绎了。很多的时候，演员本身对人物角色的理解，更加能够带给人物形象不一般的色彩和不一样的加成出来。即便或许会稍稍的偏离了原著，但是呢，融入灵魂的那一种演绎，只会加码原著的那一种精彩的程度出来。因为那些被演员吃透和理解的人物，才是最饱满的形象的刻画手法。赵丽颖懂，王一博也是明白的。风起洛阳很明显，编剧有照顾王一博的那一种设计，而王一博的演绎则增加了不少的个性的解读和内涵。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一路来针对风起洛阳的各种深入的报道。冰与火的海报，想必大家伙儿都已经是看过无数次的了。同样的，王一博的演绎或许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寂寞在其中的了。既然上映的日期已经是遥遥无期的了，那么大家伙儿不妨可以继续的留意一把王一博的新电影《无名》，以及新闻我的相关的紧跟的报道。从海报到片花，从剧照到路透，或许王一博对角色的解读都会超出了片花的悬念了。这个亦正亦邪的王一博所演绎的夜秘术，恐怕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大的坑了。明确的上映时间不出意外，就会是今年下一个盛大开盘的黄金周了。这个相当红色的政治任务，或者说证据之王的同胞弟弟，想必不会再次的成为谜底的。毕竟这棵树很大、很稳，也很逆天。所以呢，大家伙只需等待具体的定档的时间就好了。王一博即便如同片花一样，所带给大家的那一种务实的感觉没有变，其实呢，这也无妨，因为我刚刚已经聊过的了。因为政治任务比最炸的演技，比最牛的导演都要重要的多得多。这注定是最好的期待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证据路线的各种批条，现在是越来越不容易的了。
特别是电视剧的批条，更加是审核严苛，标准严格，而且还是猜哑谜的那一种高深的那一种。这点其实挺无奈的，无奈就像冰与火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吃瓜的群众们或许会经常的发牢骚说，王一博干嘛不多拍几部电影呢？这样的话广撒种不就可以多收获了吗？而且偶像剧的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都很容易过审的，为何非要去接这种现实敏感类的题材呢？证据如果都这么样的难过难审了，干嘛不两条腿走路呢？如果您偶然也会掠过这个问号问题的话，其实这个问题赵丽颖已经解答过了。王一博作为顶流加上主流，在爆火的这2年当中，上映的作品的的确确不多，只有有匪、风起洛阳、抉择。按照流量、人气、周期和产出而言，这个数量确实不算是高产。但是呢，证据路线即便难走，也必须得走，因为证据之路我已经聊过无数次的了，它是一条万人分踏的独木桥来的，走顺了就是下一个的易烊千玺的了，足以担起更高更远的更红的政治任务的。因为这座桥是条考验作品、考验演技、考验国民度以及考验票房号召力的唯一一条快捷径来的。就像赵丽颖当年围绕演技的巨大的争议一模一样，知否知否一度帮助了赵丽颖入选了白玉兰奖的名单当中了。这么一份的最高的荣耀，真的是一种如日中天当中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的。然而呢，原著党们对于赵丽颖所饰演的明兰提出了相当尖锐的质疑出来，也就是可爱的好像有点过分了，但是呢，俏皮的形象反而又差了原著那么一丢丢。对比之下，剧中配角的还原度似乎都比赵丽颖更加出彩一些。总而言之，赵丽颖与原著当中的那个大智若愚、颇有城府的形象描述有着相当的出入感。所以呢，荧幕上的所呈现的明兰并没有真实的还原出原著的设定出来。到这，关键点就来了。赵丽颖的明兰能够收获成功，明显实际上已经是俘获了观众的心了，这是其一。跟着呢，赵丽颖的明兰明晃晃已经传达出了导演所想要的那一种东西出来了。毕竟现场拍摄的导演最有拿捏的感觉了，最知道演员应该呈现的样子的，而不仅仅是原著的字里行间的那一份描述和考量。正午阳光的导演张开宙注定比一些专家更加懂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和要点，以及演员的设定和位置的。所以呢，赵丽颖最终和白玉兰奖失之交臂了，真的是缘钱一面，非战之罪了。因为那些挑剔的人只认专业，只认科班，只认自己的有色眼镜而已。所以呢，说到这，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演技只是获奖的3缺1的要素而已，而非全部。这点对王一博也是同理。也就是说，证据成败只能尽力而为，不论结果。王一博当初选择去拍摄《冰与火》，
去迎接挑战，说到底都是自己胆识的一次最大的考验，以及自己对于前景的一种未知的预测。来日方长，脚下有光。只要现在继续定位好未来的发展的路线，让自己的思路一路都保持着清醒和清晰，那么即便冰与火最终埋于冰与火了，但是呢，下一块摸着的石头都会告诉自己坑或者风到底在哪里。只是说到这，你看出来了没有呢？虎年伊始，张艺谋大导演已经在用自己一边是冰一边是火的血的教训，似乎再次的发聋振聩的提醒着努力拼搏以及实力打拼的人们，也包括了这个王一博这个赵丽颖了，那一个完全无法忽视的社会主义娱乐圈的最终的真相所在了。